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不同的女人对于爱的理解是不同的。以剧中的甄嬛、眉庄和安陵容为例，她们三个人心中就有三种不同的关于爱情的样子。眉庄心中是完美的爱，在于对方信任她、怜惜她，在此基础上，若能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更好。安陵容想要的则是一种配得感，哪怕这种配得感完全通过物质体现出来，她也会满足。而甄嬛想要的爱则是一种灵魂的共鸣，一个男人能够为她去死还是远远不够的，这个男人需要她看得上，她才会感觉到被爱的幸福。在对方的宠和懂之间，甄嬛会永远把懂放在第一位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温实初刚出场时对甄嬛表白说的这4句话就已经注定了他这辈子是不可能得到甄嬛了。第一句，嬛妹妹，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品冰心在玉壶，他让我把此壶交予我们温家未来的。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，你若接受的话，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。在入宫之前，甄嬛是一个浪漫多情的文艺女青年。相比于眉庄和安陵容而言，甄嬛在感情方面更加务虚。她喜欢的是皇上假扮果郡王，和她在御花园互撩的那种暧昧，也是果郡王用长相守，他用长相思一起演奏的那种默契。像温实初这样，直接把传家宝往人家眼前一戳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家父让我将此壶交予温家未来的儿媳，只会让甄嬛觉得又无趣又压力山大。对于文艺女青年来说，一段爱情如果没有经历过互相揣测心意的忐忑，没有突然被对方猜中心事的惊喜，没有在对方眼波流转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的激动，而直接走进婚姻，那么这段爱情是被阉割了的，是不完整的。温实初这个人太务实了，他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直接表白，把家传的宝贝奉上，这就是他最大的诚意。但这样的举动对于甄嬛来说非常尴尬，因此甄嬛回实初哥哥想一时救急，也不用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，皇儿收不起。说话间，甄嬛把重音放在了这么贵重4个字上。甄嬛所收不起的不是玉壶本身，而是与玉壶捆绑在一起的温家未来的儿媳这个身份。第二句，嬛妹妹，我虽是一介御医，俸禄微薄，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，疼爱你，保护你，永远事事以你为重。温实初能说出这样一段话，证明他对于甄嬛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男人做夫君，缺少最起码的了解。刚刚在菩萨面前，甄嬛许下的心愿是要嫁就嫁与这世间最好的男子。这句话是甄嬛的真心话，她一生中所爱的2个男人，的确是世间最优秀的男人。皇上贵为九五之尊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同时在艺术和审美方面，皇上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准。果郡王以闲散王爷自居，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不在皇帝之下，长相也比皇帝和温实初帅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皇上和果郡王不管外在表现如何，内里都是很坚韧的。遇事的时候，他们敢于担当，有决断，断不会吞吞吐吐地问嬛妹妹，如果我做错了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在温实初自己看来，虽然他个人条件不够出挑，但事事以你为重是一个加分项。而对于甄嬛来说，事事以你为重的态度缺少男子汉气概，让她很难爱起来。不过甄嬛也知道，在这世间除了骨肉血亲之外，能够遇到一个事事以自己为重的人很难得，所以她没有以冷漠态度回绝温实初，而是转而说自己没有哥哥，要认温实初当哥哥。最后还补了一句，我自然相信哥哥会对妹妹好的。这也为后来甄嬛一次次利用温实初这个备胎，为自己谋利奠定了情感基础。第3句，实初虽然唐突了妹妹，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，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。这句话是温实初整个表白过程中说的最烂的一句话。在说这句话之前，甄嬛虽然婉言拒绝，但始终脸上带笑。温实初这句话一出口，她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。甄嬛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！在甄嬛心中，
她如果吸引一个男人爱上她，那一定是因为她自己足够优秀，而不是吃父亲施恩的红利。温实初前面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，甄嬛虽然不爱他，但听着这些话，虚荣心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这边正飘飘然呢，一句更是因为甄伯父曾救过家父的性命，简直扫兴之极。因此甄嬛回复温实初就显得比较敷衍了，昔日恩义不过是父亲举手之劳，不必挂怀。第4句，我父亲当年被诬，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，不能独善其身，一介羽衣尚且如此，何况妹妹如果被选中的话，会身在其中啊。温实初能说出这句话，证明他对于甄嬛的价值观与格局还不够了解。甄嬛是一个从小得父母爱护，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她本身也是一个家族本位的拥护者。入宫之后，甄嬛的一系列行为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怀着胧月时，甄嬛正和皇上闹着别扭，为了父亲，她跪倒在皇上脚边苦苦哀求。怀着六皇子和灵犀时，如果不是为了救病重的父亲，她也未必会坚定地选择回宫。为了能让玉娆嫁与自己心爱的郎君，甄嬛不惜动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，甚至得罪皇上。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，甄嬛总会选择那个对自己家族最有利的选项，甚至牺牲她自己也在所不惜。这样的甄嬛怎么会想要独善其身，让妹妹替自己承担家族责任，让父亲为难呢？她回了温实初一句，家中无子，女儿还能不孝吗？终于让温实初哑口无言。当然，胖妮分析温实初与甄嬛的这段对话，并不是说温实初因为不会说话，不会表白，而没能得到甄嬛的芳心，而是说语言是人心之所想。通过温实初和甄嬛你来我往的对答，充分暴露出二人在人生格局方面的不对等，三观上的不合适。因为这些不对等和不合适，就算甄嬛没有入宫，没遇到皇上和果郡王，温实初也不会得到甄嬛。这辈子温实初对甄嬛不过是一场单方面的痴恋罢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